SpaceX 星舰项目作为美国最为出名的火星项目之一，却再次传来试飞失败的消息。作为承载美国实现2022年火星运货、2024年载人上火星梦想，还能实现吗？探索太空一直以来都是人类的梦想，为此各国也都在积极准备。美国曾经还 PS 过自己登上火星的照片呢，最后还不是被嘲讽了一通。美国确实也是一直都在努力着 ，SpaceX 星舰项目就是如此。据重庆时报、人民日报海外网消息称，当地时间9号，美国在德克萨斯州，美国 SpaceX 星舰原型 SN8 挑战12.5千米高空试飞，随后在6分钟内准备着陆时爆炸，当即喷出巨大火焰。对此，马斯克却表示虽败犹荣。SpaceX 星舰项目一直是美国想要第一个载人上火星的项目，代表了美国人的野心勃勃。这一次的失败，为什么马斯克认为这是一次成功的试飞？当时 SpaceX 星舰的原型 SN8 准时起飞，由于是首次挑战12.5千米高空，所以这次直接使用了3台猛禽发动机。据说，如果这艘星舰要飞到火星，光是猛禽发动机就要足足28台。话说回来，本来这次美国人是打算挑战15千米高空的，后来自知能力不足，就换成了12.5千米。当然，这次也没能成功。不过这么说也不对，应该是开始成功了，后面却失败了。原本美国是计划星舰在推进到半空时，就差不多让发动机一个接一个的熄火，同时星舰还会在半空中做上2个翻身的动作，这个也被不少网友戏称为肚皮舞，之后安全着陆在地面上。这次计划是很好的，并且一开始美国确实成功了，但是着陆时却突然炸成一个火球。按马斯克的说法是，飞船在着陆过程中头部燃料罐压力较低，导致速度太快。不过 SpaceX 团队已经拿到了想要的数据，恭喜 SpaceX 团队。言下之意就是这次是一个十分成功的试飞。那2024年美国载人上火星还能完成吗？美国对于这个火星计划是到2022年 SpaceX 项目可以完成载货进入火星的任务，2024年可以实现载人登上火星。但是就目前 SpaceX 星舰的 SN8， 也就是第8个原型机，依然没有离开地球大气层，甚至还在平流层飞行。而如今2020年已经快要结束，2022年还会远吗？2017年，马斯克提出 Starship 的概念，希望打造一个承载100多人进行太空飞行，实现科幻片中的宇宙飞船。所以这个项目最后被称为星舰，但是很多人都认为不可能。但是实际上，人类都登月成功，太空站也建成，上火星自然也是令人期待的。但是对于美国想要在2024年就实现载人上火星的想法，可能还是有一点艰难。毕竟2年之内，这艘星舰要成功冲出地球，在火星降落，并且还要成功实现运货的目标，以目前的进度来看，还是十分困难。或许退后几年应该是可以做到的。2024年实现载人就更需要花时间了。虽然人类已经登上了月球，但是月球和火星还是不一样的，所以这对于整个人类来说都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中国新发动机保密很久突然公布，美国没做到的，中国做到了，2个小时可达世界任何地方。敬请关注本期内容。高超音速首先是由美国提出，而相信大多数人呢，听到高超音速第一反应应该都是高超音速武器，比如在2019年亮相的东风17，还有俄罗斯的匕首等高超音速武器。只不过作为第一个研究高超音速武器的国家，美国在这方面确实落后了。这一说法呢，也得到了媒体以及专业人士的普遍认同。但是有多少人听过高超音速发动机？而高超音速发动机又有多厉害呢？高超音速发动机厉害在哪里呢？中国已经成功研发出了高超音速发动机，这种飞机发动机的飞行速度可以高达16马赫。也就是说如果将这种高超音速发动机安装到飞机上之后，这架飞机可以在起飞之后的2个小时之内到达世界的任何地方。这种技术将会给目前的飞机行业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在今年11月底，中国科学家在中国航空学报发表了这一研究成果。他们研发的革命性发动站立式斜爆轰冲压发动机，这种发动机就是利用高超音速在燃烧过程中发生的爆轰效应，然后去实现高超音速推进。据称如此该发动机的速度能够达到音速的16倍，也就是说仅每秒就能够飞行 5.44 公里。按照直线距离来算，从北京到上海的距离1080公里，按照这种速度计算的话，4分钟不到，差不多也就是喝完一杯水的时间。如若将这种技术应用到战斗机上，那么对于某些国家将形成重大威慑力。而据专家评论
该发动机还可服务于可重复使用的跨大气层飞机。使用该发动机的飞机可以直接从机场的跑道上水平起飞，然后加快推速进入地球轨道之后重新进入大气层，最后在机场降落。为了能够完美的模拟飞行条件，目前地球上唯一一个能够达成这种条件的风洞正在北京建设。这项技术保密这么久，为什么现在公开了？其实根据报道，中国研发的站立式斜爆轰冲压发动机可能很早就完成了测试，只不过一直是处于高度保密之中，并且还有分析指出，这种新式的发动机还可以应用于高超音速武器的制造，也就是说，我国高超音速武器的效率还能进一步得到提升。根据我国的保密工作惯例来看，此次既然将这一成功公布了，也就意味着很可能会有一项更加让人激动的项目有了进展。而英媒呢，之所以要提到美国，其实是因为这项技术其实是我国科学家江宗林带领其团队从美国宇航局1980年发表的一个理论上得到的灵感。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美国航天局的苏德拉姆喷气发动机实验遇到了一系列挫折。这种超音速喷气发动机没有运动部件，预计在高超音速下呢，性能优于普通喷气发动机，但它在运行过程中经常出现故障。其中一个原因是高速空气产生的冲击波呢，会使火焰在一瞬间熄灭。一位名叫鉴查德·莫里森的工程师为此冥思苦想，然后他想出了一个激进的方案。他想如果冲击波携带的能量如此之大，为什么不利用冲击波作为打火器来引爆燃料，保持燃烧的活力和卡序呢？他在1980年的一篇论文中提出了这个想法，但是却没有被美国军工产业应用。而江宗林团队在研究的时候，发现莫里森的想法很有吸引力。不过论文中呢，却只有一些粗略的草图，并没有人真正制造过这样的发动机。它需要大量的重新设计，需要能承受高温高压的特殊合金，需要强大的风洞，还需要大量的投资，但是很可能最后会一无所获。不过最后我们还是成功了，美国没做到，中国做到了，并且又领先了美国一大步。近日，俄罗斯军事专家首次透露的俄军最新型的王牌武器，仔细了解发现，这与美国一款导弹相似，中国恐怕有能力拦截，但需要面临一大难题。据环球网援引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2月9日报道，俄罗斯专家谢尔盖·科托诺夫称，俄军将获得最新型的王牌武器——海燕洲际巡航导弹，其中海燕导弹发射后无法用现代化雷达进行探测和拦截，像如幽灵般一样，一瞬间出现或立刻消失。仔细一看，它与美国战斧极为相似，但又有一大区别：中国恐怕有能力拦截，但需要将面临一难题。据报道，科托诺夫在《军工信使》报纸上撰写的文章透露过，海燕洲际巡航导弹的性能。俄罗斯新型导弹系统海燕并非超高音速飞行，但是却能避免了所有现在战略巡航导弹亚音速、超音速甚至高超音速导弹的主要缺点。最可怕的是，海燕导弹在固体燃料发射助推器工作前提下，专业卫星 DSP-4 能够抓捕到时间只有不超过3秒，之后便会失去目标。据科诺托夫表示，海燕的飞行特性不取决于飞行航程，而是取决于核喷气发动机的工作特点。无限射程，从而能够很简单的一直保持在50至100米的高度飞行，约800至85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飞过整个飞行路线，最大的时速可能达到1100公里至1300公里每小时。以飞行数据来看，俄罗斯应该是针对防空雷达受地球曲率和地面反射造成的多镜效应的影响，对低空飞行目标探测存在仰角盲区，不易发现低空飞行物的性质沿着海燕导弹。从性能看，可以发现与美国战斧巡航导弹类似，唯一不同的是发动机。据科托诺夫称，有着无限射程，可以做到绕过防空系统，从任何方面进行打击。基本海燕导弹一旦发射在击中目标前或者被拦截，不会因为燃料不足提前坠毁，也无法进行回收，除非事先在内部安装销毁装置。如何探测？科托诺夫表示，唯一可靠的探测方法是检测海燕导弹的放射性踪迹，但等待放射性元素到达大气层，距离导弹发射也早已过去2-3天。
届时导弹打击目标现场恐怕都清理好了。不过中国倒是有一定能力拦截，能否黑掉它的系统的可能性先不提。即使有着先进的电子战装备，但需要攻克一难题，因为要绕开防空系统，应该跟战斧导弹一样，既是规划线路，迂回绕开预警雷达和防空系统。但海燕导弹的无限航程能力，让它的攻击目标和迂回路线多了很多不确定性，拦截路线规划成为难题。最后，海燕导弹的核喷气发动机究竟是核涡喷发动机，还是真正的核动力喷气发动机还不确定，因此海燕导弹是否会像美智库猜测的那样，杀敌1000自损800的可能还有商定。但是我国也不能放松警惕，既然研发出来，无论官方有无正式发布确定，都将会像美国战斧导弹被我国军事科研人员关注，成为我国在新一代低空预警雷达研发的警示目标。